中国的警告，日本倘若再听不进去，那就别怪解放军不客气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全玉华，欢迎收看玉华观点。今天我们聊聊危急关头，美日接连2次军演，中国的警告，日本倘若再听不进去，那么就别怪解放军不客气了。一直以来，日本总是与美国亦步亦趋，在台海问题上疯狂叫嚣，甚至还喊出了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般豪言壮语。可事实上呢，就在佩洛西竄台之际，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封锁实弹演习的时候，日本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。毕竟在解放军围台军演之时，连里根号航母都被吓得后退了几百公里，日本又能做什么呢？众所周知啊，台海问题是美国用来对付我们的一张牌，而日本紧随其后，也妄图要打这张牌，无非就是想制造地区的紧张局势，为其军事扩张提供便利。基于这种情况，我国驻日使馆近日对日本发出了警告，表明日本不应在台海问题上随美起舞，跟风附和。毕竟造成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当事方是美国，而解放军采取的反制行动针对的也是美国，与日本无关。也确实啊，台海问题压根就与日本沾不上边。在我看来，这非但跟日本没有关系，和美国其实也没有关系。如果不是美国执意要在台海挑衅我们，局势就不会紧张到如此一步。而既然美国挑衅了我们，那我们也绝不会一忍再忍。所以啊，解放军围着台岛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演习，而这次军演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，不但威慑住了岛内的台独分子，也威慑到了美国及其亚太的盟友。这不，在佩洛西结束亚洲之行之后，韩国方面就派出外长火速访华，而韩国外长这一来啊，可谓是诚意十足，其不仅承诺部署萨德问题可以与我们再协商，还表明要跟中国加强合作。有分析认为，韩国之所以这般举动，是因为中国的警告其听进去了，并且已经意识到了该如何在台海问题上做出选择。毫无疑问，解放军的实弹演习就是我国对一切想在台海问题上搅局者的警告，警告他们千万不要做出误判，否则解放军将不会手软。然而，对解放军与我国驻日本大使的警告，显然他没有听进去。据日本共同社透露，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，近期要和美国空军在冲绳的周边进行共同的训练。在演习中，日本方面派出了4架 F-15战斗机，美国方面则派出了6架 F-15战斗机。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还证实，曾在4号也与美军举行了空军演练，并高调的宣称，这一举动就是为了强烈的牵制中国。在这危急关头，美日接连2次举行军演，还特意点名是针对中国的，这说明什么呢？一方面可以说明解放军的实力让他们不敢与中国直接叫板，另一方面说明他们想采取迂回战术，通过持续不断的挑衅、骚扰，慢慢部署起印太战略，从而在我国周边形成一个无形的包围圈。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不光在台海问题上疯狂叫嚣，甚至还想加入北约，把全球最大的军事组织引到中国的家门口来。在我看来对于这样一个日本，也就是我国的警告，倘若他再听不进去，那就不要怪解放军了。毕竟只有打得一拳开，才能免得百拳来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